有缘人，恭喜你刷到这个影片。我要告诉你一个惊天秘密，这件事说出来可能会有点颠覆你的三观，就是当下的事可以更改过去的结局，但是你知道怎么改变吗？改变后对现在的你会有什么变化吗？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改变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。其实过去、现在和未来这三个都是同时存在的。现在的你既能改变未来，也能改变过去。科学家已经做过这个实验，比如说双缝干涉实验已经证明了未来是可以改变过去的。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《星际穿越》？电影当中那个主人公库珀，他当时就曾经尝试着要改变过去，差点的都改变成功了。只是他当时不是用内心来改变的，他是用外部环境来改变的。那这个肯定很难了。要改变这个的话，必须要从这个内心的改变、潜意识来改变，身体的感应来改变。首先，我们要了解一下什么是平行宇宙。其实每个人在地球上生活，在平行宇宙中还有一个跟你一模一样，而且平行宇宙的话有好多个平行宇宙，那就有好多个你都长得一模一样。其实就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宇宙中不同的发展路线，而且大家的这个大脑和能量都是互通的。哪一个人有一个什么想法，他渗透过来，你也会有那个想法，你有一个想法也会渗透过去。比如说你们有些选择，你想是去北京发展呢，还是去上海发展，还是去广州发展？你选择了去北京发展，那你另外两个选择的话，就给其他星球、其他宇宙的自己给选择了。还比如你年轻的时候谈了几个对象，假如谈了8个，其中你跟第一个结婚了，另外7个的话就跟其他宇宙的你自己结婚了。就是你生活当中每一个想法、每个念头，看似你只选了其中一个，其实这些想法都没有浪费，在其他宇宙当中被大家都选择了，都是你自己。可能你不知道，然而这些其他宇宙中的自己，你可以跟他们联系。首先的话，生活当中其实你们经常都有一些链接的，只是你自己不知道。比如你去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去旅游或者办事，那个地方你明明是没去过的，但是你就感觉特别熟悉，好像来过一样。这种体验很多人都有吧？其实这个是其他地球的你，其他宇宙的你，他们来过，经常来。还有比如的话，你晚上做了一个梦，你梦到你跟一个人或者跟好几个人在聊天，梦中的你感觉跟他们很熟悉，你非常了解他们，你也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些什么。但是当你早上醒来的时候，回忆昨天晚上那个梦，你突然发现梦中的你跟他们认识，但是现实当中你跟他们一点都不认识。其实这个梦不是你的梦，这个梦其实是你平行宇宙中其他的自己，他们的梦渗透过来了，那肯定你的梦也会渗透过去的。
这些能量跟大脑都是互通的，就像公司里面有几百台电脑搭建的局域网一样的。你放一个共享文件，其他电脑也能收到。那同样的道理，你在你的大脑里面放一个共享文件，那其他宇宙的你自己也能收到。比如说3年前，有天晚上你在看电视剧，突然让你感觉很无聊，这个时候你有3个想法。第一个想法，叫个外卖边吃边看，换一个电视剧来看。第二个想法就是，要不出去吃饭，再看一场电影。第3个想法，约上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出去吃饭，咱们统一叫对象，约你对象的好朋友或者闺蜜出去吃饭。在这3个想法中，你后来就选择了第3个想法，约了你这个对象的好朋友出去吃饭，然后吃完饭，你们2个就出去鬼混去了。后来被你对象知道了，就坚决跟你分手了。其实这个3个想法，它等于是3个平行宇宙中的3条线路。那3条线路都同时发生了。第1条线路、第2条线路没有发生跟你对象的好朋友鬼混的事情，你们就没有分手，就有很幸福的一个生活。第3条线路的话，是因为你发生了这个事情，你的对象就跟你分手了，导致了3年后的你到现在还在纠结这个事情，还在为这个事情痛苦。不要发生这个事情多好，那怎么改变呢？你就要从你这个吃饭那个时间，你要先找到一个节点。比如说吃完后你们想着出去鬼混，你从这个地方开始改，你就改变一下想法，你就心里想不能跟他出去鬼混，这样对不起对象，可能会被发现，有点风险，还是不要去。然后你的意识、潜意识，你的身体可以产生排斥的感觉，然后这个节点可能再到前边去。比如说在看电视的那一刻，打电话那一刻，就约你这个对象的好朋友去吃饭，你认为是这个节点，那就从这个地方开始，不要这种念头，不要这种想法，然后产生第4种想法，就是不能跟他出去吃饭这种想法，然后就用这个方法来改变想法。意识、潜意识、身体的感应一起来改变，一次不行2次，然后1天1次，你可以坚持1个星期，每天1次。1个星期不够就半个月，半个月不够再多点时间，一直到把它改过来为止。然后你这些念头、这些想法就会影响当时的你在做决策那个时间，会影响他的想法，他当时就会真的会改变了，就不会走这条路，然后就产生了第4条平行宇宙当中的一个线路。改变之后呢，你之前那个对象他就愿意跟你和好了，你们2个又在一起了，但是你们是从第3条线路过来的，但现在你是切换到第4条平行宇宙中的这条线路，那你第3条线路那段记忆还是有的，包括你这个对象他也有那段记忆，但是你切换过来之后的话，你这段记忆就会很模糊的，
记得都不太清楚了。你们两个就在一起很开心的生活了，然后你们对前面那个记忆的话就比较不太清楚。这就是平行宇宙当中的意识切换。像这种意识切换的话，有一个真实的案例，也是这种平行宇宙当中的一个意识切换。南非总统曼德拉当年大部分的记忆是，曼德拉已经死在监狱中了，而且还上了新闻，还举行了葬礼。但是在他们现实生活当中的话，曼德拉竟然没有死，而且还当上了总统，而且一直到了2013年才去世。像这个就属于集体的平行宇宙当中的意识切换。你更改了过去之后的话，前半段你就是平行宇宙当中的第3条线路，现在开始你又切换到平行宇宙当中的第4条线路，就是这样的方式。这个比喻你可以在生活当中用在各个地方，你认为哪些事情要改变，你就用这个方法改变。既然你现在能改变了过去，你已经掌握了这个方法，那你未来的你就同步的也掌握了这个方法，它也能改变你现在即将发生的事情。如果未来的你正在改变现在的你，假如现在你遇到一个重要的事情需要来选择，比如说你有3个选择，如果你突然选其中一个选择，让你产生那种害怕恐惧了，或者是产生了一个不好的感觉，身体也产生反应的话，那很有可能就是未来的你发现这个选择是错误的，可能发生了什么不好的后果，他正在用这种方式来改变你现在，那你就要配合一下。或者的话，你有3个想法，这3个想法当中没有出现这种害怕恐惧了，但是突然出现了第4种想法。这种第4种想法的话，你觉得很奇怪，因为按你平时的思维方式，不可能会有第4种这种想法。这个想法突然跳到你的大脑里面，跳出这个念头，那这很有可能是未来的你发现还有个更好的选择，如果选的话会变成更好的一种结局，那他就把第4种这种好的想法给你传送过来了，那你也要配合一下。一旦过去被改变，现在和未来都会随之改变，所以要想显化想要的生活，过去是一个很关键的突破点。你可能会说，过去是已经发生的既定事实了，谁都不可能改变的。记住这句话，过去是不可能被改变的，这就是一个限制性信念。大家先回答我一个问题，过去在哪里？我们会发现，在这个3D 世界中，过去其实并不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东西，可以说它只存在于我们的记忆中。你仔细想想，过去不就只是我们脑子里的一堆画面和感受而已。一方面，我们记得的过去，它不一定是真正的事实，它有偏差的，也有很强的主观性。另一方面，既然是已经过去的事情了，本身是不具有任何力量的。但不可否认，我们过去的很多事情的阴影一直挥之不去，它一直掌控着我们的人生。我的父母曾经暴力地对待过我，
我经常没有足够的钱，我曾经被欺骗被伤害，我尝试过的很多事情都没有成功等等。这些回忆一旦被激发，就会开始制造和当时同样的情绪，我们会以瞬间被拉回到当时的场景中，变成当时的那个我，然后我们会继续在现在和未来去复制相同的经历和感受。不信你回头去看你过去经历的很多痛苦，是不是都极其相似？限制性信念告诉你，过去了的事不可能被改变的。你拥有不幸的童年，所以这辈子都不配得到别人的爱。你曾经失败过，所以做什么都不会再成功了。OK， 那你就这样继续过你的人生吧，让一切不断的循环重复，直到你意识到你才是主人。你以前可能不知道，但现在我告诉你了，你才是主人。记忆只存在于我们的大脑里，它是你的所有物，理应被你支配和管理。你才是说了算的那个人，你可以赋予它束缚你的力量，你就可以赋予它创造的力量。既然我们都觉得过去本不具有任何意义，那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没什么用了的东西去显化我们想要的人生呢？那修正就是一个很好的练习。当你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维的旁观者的视角去看这一切，同时你的大脑里开始建立一些新的神经连接，很明显的感觉到这些神经连接是自带高频能量的，它能够去帮你吸引显化你想要的人事物。所以就像内维尔说的，修正就像是拿着你的剪刀去修剪你的内心花园，你是唯一的园丁，负起你的责任，不要让杂草占领了这个美好的地方，去守护你的果实，去让鲜花开遍吧。只有你自己先变，一切才会跟着改变。请将不破不立否极泰来这4个字打在评论区。如果你非要见昨天离开的人，去走昨天走错的路，沉溺于过去的泥潭当中，那未来怎么可能会变好？有些旧物必须打破，才能破茧成蝶。只要你敢破圈而立，就会否极泰来。那些消耗你的人，让你焦虑的事，全都翻篇。从此刻起，告别那个胆怯的自我，告别那个依赖诚信的自我，拥抱变化，机遇与成长便会不期而遇。记住，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，它需要时间、耐心和持续的努力，但只要你开始行动，每一步都将带你更接近于渴望的未来。人生是一场体验，勇敢的人才能够尽兴，才会被奖励幸福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